喂，好，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今天我們來玩 FT 大力神的新成員拖斗，帶了這麼大的一個，這個算是一個胸托吧，合金的電鍍喇叭，拿起來還是非常有分量的。紅蜘蛛加冕，嘟嘟嘟，一對大力神胸甲的翅膀，其實它一共帶了2對，還有2個藏在了腿後面。對比一下尺寸，其實還是差了挺多的，主要是這個能一體收納，這個造型會更誇張一些。另外還有個合體的胯部配件放在了背後的屁股上，但這個地方看起來就十分的碍眼了，也是相當於它能一體搭載一体变形，但是你覺得人形碍眼呢，把這塊拨開，順着里邊的滑道可以给它取下来，哎，摘掉以後屁股後邊看着就清爽不少了。食品說明書人物卡，信用卡的材质，说明書也是超厚的一本啊。变形只是大概齐的，你能变出来，但是遗漏了非常多的细节，可能也是考慮到这一款拖斗的变形还是很复杂的，做说明书的估计都遺忘了。而且吧，现在都是從人形變成載具形態，又從人形變成合體形態。其實我覺得這個步驟多多少少是有問題的。那我們今天就人到車，車再到合體形態的這麼一個流暢過程來。首先來看一下可動頭部360度旋轉，獨立的脖子關節，抬頭裡邊是一個軸。肩膀360度旋轉沒有問題，平舉胳膊也能達到90度。二頭肌旋轉在這個位置360度，胳膊肘裡邊有2段關節的曲臂，也是變形的需要，可以對折起來。但是胳膊在曲肘的時候，後半個這裡是脫肉的，好在中間它這個肘比較粗。手腕左右旋轉 ，FT 標配的全指可動手。腰部360度旋轉，這裡邊是齒輪關節，很清脆。從這個地方撅開，其實是有一段獨立的彎腰關節，但這個扣子在打開的時候，裡邊是2個倒鈎，挺不好掰的。胯部前踢，齒輪關節可以踢到非常高的幅度，支撐穩定性很棒。後折的話，大概只有這麼大的幅度。側抬，這裡沒有齒輪關節。但是這個軸的調教的鬆緊度是沒有問題的，阻尼感很好，而且其實這條腿裡邊的合金零件很多，所以特別的重，也能撐得住。大腿根部左右360度的旋轉，彎折膝蓋的時候，它這一塊是變形的需要啊。其實膝蓋的關節在這裡，也是一個齒輪，可以折到135度。腳踝是左右有接地的，但是這一回前腳尖兒掰過來的時候，後腳跟的這一塊因為變形結構的關係，它這一塊是鎖住的，所以靠後邊的這個雙段關節的軸進行調整，大概能接個10幾度啊，幅度不是特別大，但是 A 字站立的話基本上是夠用的。我們先和動畫片裡邊的造型對比一下還原度，可以看到身上的一些元素，包括整個的體型身材，都是和動畫片裡邊的那種感覺非常相近的。但 FT 又在本身的基礎上做了一些如今的美型修正，讓整個的身體看起來比例更加的平衡一些，該有的一些塗裝的元素，包括胸口縮窄的這個機構，也是盡量的去往動畫片裡邊的造型靠。後背的角度看，因為變形結構的關係，看起來就不太一樣了，但是並沒有什麼偷焦窟窿的地方，該有的蓋板都給你堵了起来。用2個大後輪做成了小腿肚子啊，露出來半個的效果，其實也不錯。可背包的這一塊會顯得特別的大，而且厚實，造型上面來說跟動畫片裡邊也不太一樣了。側面看，背着一個厚厚的書包，這一塊其實挺有意思的，它相當於是一個拆分式的变形，它等於最後做成了合體裙甲的部位，又在車型的時候是做成了頂棚的樣子。变形的時候我們再来看這個頭雕的樣子，看起來也不錯。身上的零件是全件上漆的，黑色和綠色都有那種金屬的光泽感，挺好看，拿起来其實就很有分量啊。变形第一步，我們還是先把拳头收起來，掀開袖口下方，這裡有一個蓋板，小的邊緣90度折疊收進去，拳头90度藏在套袖裡邊，再把蓋子折回來。現在通過手肘的雙段關節，根部這裡往上立，我們對折一下，把它搓平。2條胳膊順着肩膀關節抬起來，看腋下這裡有一個鎖銷，它在燈的後邊有一個插樁，通過這個關節往後掰一下，把這裡邊的鎖銷打開。接着整個的肩膀脫開裡邊的卡扣，
在这個位置和裡邊凹槽連接的地方給它拖下來。兩個肩膀解鎖以後，胸口這一塊黑色的小方塊順着下邊插進去，翹起來90度，然後這個假的保險槓再向上翹起來，根部這裡是有2個插頭的，固定上半個胸口的位置。翻到後邊來，這兒有2個小邊緣，我們稍微的往下壓一下，就背包這裡左右打開這2塊面板，這裡邊有2個小插頭，然後90度拉起來，順着裡邊翻折180度，把這2邊擴寬。這邊是車型的車頭正面觀感，這邊是個假的，所以呢，它的縮胸機構是前後真假零件的替換。側面這裡有2個小的擋邊，我們先把它90度撥起來，然後再把車燈打開，這裡邊是有插的地方，整個包着這一塊紫色的零件，然後整個拉起來，把這兒拉鬆。後邊其實是3層啊，第1層掀起來，第2層解鎖開拉出來，第3層在這個位置先翹起來頂蓋，稍微的往後拉一下，哎。把這一塊整個的拖下來，這兒有2個小的2方向的轉軸，把這個插頭的位置90度打橫。腋下看這裡的軸，我們把它往上推一點點，讓開這個邊緣，提上去，騰出來下方這一圈，在不影響的狀態下，好，解鎖開，上半個胸口旋轉180度。現在我們就把第3層中間的背包再180度翻折過來，給它套上去。側面這裡有一個擴寬的3角區域，我們把這90度折起來，再把下方的邊90度打下來，加寬前方的這一塊。好，車頭正面的中網蓋回來，然後再把2個大燈扣下來。2個鎖邊折進去，壓瓷實。好，現在就变成了大的這個車頭胸口啊！你看，如果要不做這個前後調換的話，這麼大的一個肚兜，所以拖軸的體型控制不下來，他弄了一個假的蓋子，把這個寬蓋子變成了背包。後邊的這個軸中間是有滑槽的，我們把它壓進去。好。結合緊，來看剛才我們打開的背包，順着這裡邊稍微的掰一下，錯讓一下位置，中間這裡是有2個軸都可以動的，我們稍微錯開一邊，哎，左右一邊一個旋轉對上來。剛才我們翻起2個邊中間的插扣，就可以給它結合鎖上。頭部旋轉180度，然後90度壓下去。脖子後邊這裡是有2個鎖扣的。後腦勺有一塊板子，再給它立起來，中間帶有塗裝刻畫的，也是拖斗中間的那個造型。上方的這個頂蓋，我們在90度放下來，側面的2個板子，左右的插扣以及中間黑色的樁子給它插上，順着腰部的這條縫隙給它掰開，也是之前說特別緊的2個左右掛鈎的地方。這2個鈎子。第1次掰的時候特別難拆開啊，掰過1次以後就好了。然後我們剛才不是拖下去了後邊的這個大配件嗎？給它再裝回去。車型是可以一體收納的。這塊裝回去以後啊，它需要變形一下，打開後邊這一節的蓋子，再把這兒的90度翻起來，順着這一塊根部的90度往下壓，最後再把這一塊折回來。形成合體以後的襠部，腰部這2個掛鈎脫開，襠部已經整理好，騰出所有的空間來，把胳膊收回去。剛才我們滑槽往上頂，為的是旋轉，現在我們把肩膀的滑槽拉下來。拉下来之後，側面這裡這兒有一個扣子，我們用綠色的零件折過來，跟這裡的扣子結合。肩膀這個綠色零件完全鎖定住之後，把胳膊旋轉，肩膀翻折180度。現在往回提，扣上來的時候，這裡邊會有1個插點，2個插點，這一塊的插點扣在這裡邊的凹槽處，所以特別多的定位位置要同時的進行，把它都鎖上。上半身處理好，打開這一塊的扣子，腾出來更多的空间，我們就可以順着腰部的齒轮關節旋轉180度
扭到这兒來。下一步是一个挺紧的操作，从这里看有一个梯形的滑槽，把胯部这里大腿的两边推开，给它错开缝隙。这一块第一次推的时候也会很紧，一定要推到头。好，把胯扩宽，接着裆部的这一块合体零件，我們就可以給它鎖上來，根部的扣子插上。剛才我們翻折進去的兩個邊緣，現在剛剛好，把這塊凸起的位置頂進去。現在我們來處理腿部，腳後跟這個邊緣裡邊有一個插扣，上下的兩層解鎖開，然後整個通過雙關節先挪到外側來。腳底板的這一圈打開，這一塊打開，腿肚子裡邊的板子打開，上方這裡再打開，然後把裡邊的輪子順着側面的插口拆鬆，整個旋轉180度挪到外側來，裡邊的這一塊再折進去。這一塊板其實是一個夾層，上下都有結合。打開上邊的這一段，稍微往裡折一下，讓過邊緣這個定位的地方，給它掰平。這些全部延展開之後，再把腳底板的這一片疊進去，多疊一些啊，擺成斜着的角度。都打開了，現在順着大腿的這裡插槽，這個齒輪關節打開。注意看大腿內側前方這裡有一個鈎子啊，我們捏着點上下兩個位置往前頂一下，把這一塊的鈎子給它頂開，稍微拉出來。這個時候再順着這裡的齒輪關節旋轉180度，並且往過貼。貼過來的時候，其實可以看到大腿根部的這個方塊是落到合體的襠部中間的，盡量的往下捏，捏到底下以後，側面這裡有一個掛鈎和一個圓扣子結合，給它鎖上。側幫的這一條靠過來，上下有一個插合的扣子。左右這裡還有一個掛鈎，全部的結合，維度鎖定。好，一側我們就收起來了。另外一側再看一下，打開這一塊的插扣，膝蓋翻折，然後這個地方的掛鈎脫的時候，稍微得用這個指頭頂一下，錯開它的縫隙，把這個掛鈎解鎖。這一塊的關節先不用管它，但是注意不要擰的方向錯誤了，這塊不小心就掰斷了。好。順着這一塊的齒輪關節其實是一個折到底呀，壓到最下面，這個時候輪子這一塊就可以掛上了，鈎子釘上，前方這裡挪過來，用後邊的這個扣子再跟它插合，後輪定住，側幫的這一片讓到黑色零件的上方，然後順着中間這裡所有的咬扣給它兩邊鎖在一起，前方的這一塊上方和黑色的零件結合，側面這裡的掛鈎再咬住，基本上變得差不多。可以看到這兒還有一個窟窿，我們把膝蓋的這兩片翻折過來以後，這個邊緣90度再往下折，另外的一邊折上來的時候，可以拖出一個合金的掛鈎，把兩塊結合咬在一起，最後再用掛鈎給它鎖上。小槍順着這個凹槽可以插在車頂，但是我感覺這樣子不好看啊，不喜歡外邊搭載槍。那麼好，脫斗的這款車型我們就變形完成了，推車滾動還是非常絲滑的，電鍍輪毂、橡膠輪胎刻畫的非常漂亮，而且後邊的輪子是雙排的，這個做得很棒。車頭這裡的細節，該有的一些塗裝和造型刻畫也都有做出來。駕駛艙這個地方是透明件做的窗戶，和動畫片裡面的車型對比一下，其實該有的一些細節都有做出來。我覺得唯一問題就是手臂顏色的這一塊的位置啊，也是在當年來說，在做動畫的時候是照着G1的玩具去畫的。G1玩具脫斗的手臂就是綠色的這一塊往下一掰，但是在做動畫的時候莫名其妙就畫了黑色的手臂啊，所以呢，你看這也是個事兒。現在的玩具去還原G1的動畫，G1的動畫為的還原的是G1老玩具，但是在作畫的時候又因為各種 bug 的問題導致一些顏色了、大小的形狀改變。你看看，
這是變形金剛最頭疼的地方，也是现在各种的設計師去還原老玩具時候，玩家們在玩老记憶造型的玩具的時候，一些津津樂道的點。玩变形金剛玩的是什麼？其實玩的也就是這些東西。後方的視角來看，這一款 FT 的托斗倒是也把這馬槽的凹處做了出来，并且有意思的是，這一塊的位置它甚至都還原了出來。這個其實本身來說就是托斗的膝蓋啊，因為老记憶玩具托斗的腿就是這麼180度翻折下來，這兒就是膝蓋。但是作畫的時候畫車型，把這一塊的塗裝細節給你省略掉了。但是 FT 在变形的时候用了一個里外面，本身應該馬槽加寬了，所以他把這一節翻折過來的時候，正好把帶塗裝的那一面翻到了裡邊，沒有塗裝的這一面翻到了外邊，倒是也做了一些該有的刻畫細節，反而在無心中又還原了出來动畫片裡邊作畫偷懶以後喪失了配色的細節部分。哎，你說這不巧了嗎？这是。最後咱們也是來把它變成合體的過程，咱就不還原人形了。我覺得從車型變合體的過程反而更簡單一些。說明書為啥那麼畫呢？納悶兒。先打開這一塊咬合的鈎子位置，這麼做的目的主要是拆馬槽的左右兩邊。把這裡邊的咬扣都打開，解鎖開這個位置之後，稍微得掰一掰，我們就可以順着這裡邊把側幫的這一條拖下來。再拆開輪子這一塊的鎖扣和掛鈎，把它都拖出之後，膝蓋的位置我们先轉下來。注意大腿現在的掛扣位置我們是不結合的，需要進行一個雙段關節的折疊。在這個凹處有一個90度的夾角，跟這一塊剛剛好對齊，然後用這個鈎子鎖到現在的這個凹槽裡邊，把它固定住。我們把這個腳底板的零件180度先給它打平，上邊的這一段，哎，稍微的挪一下，把它折進來，然後把裡邊的這一條打開，盡量往開張一點。我們現在需要把輪子翻折過來，輪子這個地方可以張開，再加一段軸，往回收納。然後貼放，讓輪毂衝裡，整個的貼在這兒。這一塊往回定一個位置，這兒正好有一個縫隙可以夾住這裡的凹槽。兩條腿都處理好，注意邊緣的這一塊從車頭拆下來的位置，通過雙關節我們疊放一下，貼在這一塊的邊緣，放在這兒就行了。下一步我們需要拆這倆頂蓋。先把這一塊中間的插扣打鬆，兩邊翹起來，騰出來更多的空間。順着底板看，人形的襠部中間的這裡有一個蓋子，給它先翹起來。接着把整個合體的大襠順着後邊的扣子這裡脫開，往下拉。翻折過來的時候，順着這裡邊旋轉180度，在這一塊左右旋轉的兩個轉軸是可以脫下來的咬扣，我們直接掰着這邊的縫隙往下拆，直接拔下來這個扣子。第一次掰的時候還是挺緊的，兩片面板拆下來，把這一塊結合的扣子翻折過去，90度形成夾角，邊緣的扣子套上。這個邊兒折平。剛才我們翻折過來的這個紫色零件，側面有一個 T 字滑槽，給它滑進去，這樣就形成了大力神合體的大襠部。現在先不要往上扣啊，我們上邊的空間還沒有騰出來。解鎖手臂的位置，打開這裡邊插着的所有插扣，順着下方這裡再把肩膀綠色零件的咬扣左右兩邊打開。這個時候的滑槽又要頂上去了，整個的推進去，露出來下邊的空間。哎，現在說明書畫的很迷糊的一個地方啊，這個地方竟然沒有照顧到看的一個角度，基本上在變形的過程中，說明書都看不着。腰部這裡可以看到它是有2層的，上方的這一塊我們已經脫開了，下方這裡我們還要繼續脫開。哎。脫開了之後，在根部的這一塊轉軸擰個180度，然後再把胯部的齒輪關節擰個180度。
等於是轉了2圈，然後往下壓合，把它扣下去。接着胸板左右的這2片鎖鈎位置打開，大燈下方壓着的地方打開。我們把這一塊整個的拉出來，翻一下。大燈的三角区折上來，通過根部的雙關節翻到這一側来，中针的滑槽壓下去。有一個細節不要忘，我們把這一塊拉起來，側面的這2個扣子往下翻折90度，先把它填進去。這個時候小臂要变形一下，先把它对折雙關節打平。然后再順着這裡邊的雙關節換一個角度拆開，對折過來鎖上，然後再旋轉90度，放成這個樣子。另外一邊再看一下雙關節這個角度，先還原成胳膊，再從這一塊的縫隙掰開裡邊的咬扣，對折過來，從後邊插上。然後順着大臂的二頭肌旋轉關節90度擰過來放平。下一步的操作有一些難度，我們先讓開這一點，把這一塊的關節旋轉一下，旋轉到什麼程度呢？後邊的這個滑槽，剛才我們說鎖大燈前方的這個地方，給它推下來，讓這個樁子衝下，兩邊都調整好，把這個插銷撥下來。目的是什麼呢？這個插銷的頭啊，要頂到裡邊這個凹洞去，所以它必須在下邊。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點。如果你不把這個頭頂上來，這一塊是怎麼都結合不回去的，一定要撥到下方。現在我們先把腰部的這2段關節壓回去，中間的掛鈎這裡也鎖上了。在往回折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下方的這塊插頭鎖在了腰部的上一段。這一塊的插頭拨下來的鎖销插在了這個洞裡邊，上方這裡難點就來了。我們先把這一塊折回去，露出來的這個半圓帶弧形的洞，接着整個的往回壓合。現在需要把這一塊整個的壓進去，但是在綠色和黑色中間的這個凹槽裡邊才能套過這個扣子。而且這個扣子等於是夾心兒，這個地方會特別的難套啊！我試過好幾種方法，能不能先把綠色疊進去，再放這一塊，再夾黑色？不行，裡邊干涉的太嚴重了。所以最後得出的結論就是最簡单粗暴的方法，大力出奇蹟，靠料子的韧性，把這一塊從上方擠下來，然後外側再跟這個扣子去扣合。哇，這個說起來有點難听得懂啊，那實際操作呢，其實就是只要把前方所有的東西變到位，你就使勁往裡擠它吧。对，就这麼非常簡單粗暴的擠進去。擠進去以後，可以看到這一塊縫隙貼緊了。然後前方胳膊這裡有一個凹槽和人形的小車燈的側面夾緊了，前方的這一塊凸起的位置和這一塊的洞要對準，最後是要扣在這兒的。哇，所以這一塊其實是這一套變形過程中最難操作的地方，就是因為這個夾層的關係，肩膀的綠色在裡邊，這個扣子在它和它的中間。你外側還要扣這個扣子，一定要注意，前提是你把這一塊90度轉進去了，也就是帶有這個倒角的邊兒是扣它的。還有個關鍵點就是中間的這個鎖銷一定不能頂出去啊，要拖下來，不然你中間這個鎖銷對不準裡邊的小眼兒，它也是扣不進去的。或者呢，再找一個巧勁的操作方式啊。上邊的這個頭跟這個扣子，這兩者之間是有干涉的。我們先往下擰一下，先往裡折一定的角度，把這個尖兒用弧線套進去。就這塊的轉軸還挺多，特別不好操作。鑽進去的同時，千萬別把這個豆子捏到底。外側的黑色找角度给它套上。好，成功一半了。
前方这裡再讓開缺口，夾，哎，沒問題了。這個時候就是成功了。檢查一下兩個綠色的肩膀有沒有貼平，下方兩個插銷的豆子有沒有拉下來，黑色的縫隙跟這一塊有沒有結合到位，然後前方的凹槽，最後就是車前臉跟袖口的兩個凸起，鎖滿，這才是變形到位的樣子。然後下一個難點，這個地方翻到人形的後裙甲位置，我們先把這一節從屁股下邊雙關節翻起來，裡邊這裡再往出翻一節，這是最後的鎖定點。好，拉出來之後就可以雙關節先把它放平，擱在這個位置。後裙甲左右兩側順着這個地方90度拉起來，這個地方是難點，也是說明書沒有畫到和官方視頻沒有演示到的地方。在這個夾角的裡面還可以翻出來一個方的插槽，哇，很緊。這兩個插槽對應的是哪兒呢？把大腿順着胯部90度折過來，在這個位置要和這裡進行定位。說明書和官方演示的視頻都沒有結合這個扣子，它就徹底沒往出翻。當然，你跟這樣如果不掛扣子的話，直接貼上去，那就很方便了。可能穩定性上邊不會像扣住了那麼結實啊，但自然在變形的過程中，人家已經做了，設計也設計了，做也做出來了。我個人還是更喜歡把這些都扣到滿滿當當。胯部整個90度挪過來，這地方在結合的時候，最大的難點是大腿根部這裡有一個滑槽，這裡千萬不要滑進去啊，一定要把它頂到最外側，然後同時的往上折疊收纳。下方這裡有一個倒角，挺難過的，我們需要，先往下折一點點吧，先從這個地方掏上去大腿根兒，再把這個方孔給它摳進去，同時這個滑槽還不能落進去，哇，這個就很費勁了呀。好的，我也是抱在懷裡調整了一下，看一下這一塊胯部和中間結合住以後的位置關係。這個滑槽一定不能縮進去啊，只靠這個胯部關節掰正90度，才能把這個方的槽套進去。如果它是個圓的還好套啊，方的這個角度更苛刻了一些。另外一條腿我們繼續掰過來，把這個胯部的尖兒先讓過去，哇，哎呀，然後再把這一塊的方孔給它套上，還是抱在懷裡邊吧。抱在懷裡仔細調整了一番，終於結合住了，就是這樣橫平豎直的狀態，把裡邊的兩個鎖扣鎖穩定了。說實話，我這個人還是多少有一些強迫症的，見了樁子就想插，看見洞就想懟的。反正套上去以後肯定會更結實嘛，畢竟合體這麼大，需要的穩定性也是必須考量到的一部分吧。哎，好。至少我們把它成功的套合完畢。現在我們終於可以結合襠部了。這一塊翻起來，下方是一個方洞的扣子啊，跟這一塊紫色的上方這裡套進去，鎖一下。接着後面這裡有兩個鎖釘，也是插銷的模式啊，把它先推到最外側。其實最後結合腿部的時候也是，你把兩個大方塊跟這樣套進去以後，用這塊蓋子鎖住。再跟這一塊剛才我們翻起的綠色零件套合在一起，把它壓下去，再把兩個鎖釘卡在它的上方，這個樣子就很結實了，拉都拉不開。後邊的這個馬槽左右就可以繼續把咬扣掛上，這兩塊翻折回來掛上，這裡的鈎子鎖住。結合成大力神背後的這個書包，剛才費了這麼大的牛勁啊！目的也就是為了這一塊的扣子再緊緊的貼合，上方和吊鈎合體的位置，我們把中間的板子後腦勺的這一片壓下去，然後深黑色的樁子這裡拉長。駕駛室的这個地方有幾個操作，先把這一塊拉長，裡邊翻出一個扣子來，180度。後邊這裡再翻出來個180度的扣子，最後來看整個的這塊胸板，
180度翻折起来。从里边看，这儿有一个合金的拉杆是带伸缩的，我们把它拉到最前面，然后一直拽着它，再往下滑。这个地方如果不拽着点，里邊會卡住的，因為你拉到頭以後，這是鎖住的。翻過來，把紫色的這一面衝外，裡邊又有幾個說明書遺漏的點啊。首先，我們把這兩個小的夾角翻出來，在這個位置啊。也有兩個小的邊緣，好像說明書也忘了把它翻平，再把中間的這一塊揪起來，打開。說明書又忘了翻，這裡邊還有一個結合的插扣，這兒再立起來90度。好，下方這裡再折起來90度，把紫色的這面衝外，上方這兒。翻起來兩個小尖兒，疊放下去，壓平。壓平的時候就剛才我們翻起來90度的這個跟裡邊的插孔進行一個扣合，然後上方這一塊紫色再放回來，跟它進行一個扣合。上面的半圓盤折下來，後邊的這個鎖扣要翻出去，把這兩個翅膀左右這裡插上。後方的扣子結合，前方的咬鈎再鎖上。咱們就插這個大翅膀吧，造型上面來說會更帥一些。拖斗的部分基本搞定了，拿出這個合體的配件，90度把這一塊折起來，兩個鎖扣掰開，順着這裡邊整個的套下去。注意前方這裡邊有兩個洞啊，讓開，整個給它扣到底。中間的這一塊都套上，合體的過程難度還是挺高的，但其實它的難度體現的不是在繁瑣的零件上邊啊，它的零件數你只要理解了它的結構，你會發現並不是特別的難，難點是在一些必須嵌合到位的卡扣，以及一些干涉的位置特別難過來的倒角，尤其胯部這兩塊的結合，還有兩個肩膀這裡的結合，正好咱們前段時間剛變完吊鈎，可以嘗試性的把這兩個家伙組合一下。這倆合體其實還是挺簡單的啊，吊鈎直接套進去就行，按着這些縫隙給它推平。前方這裡兩個按形狀轉過來的咬合邊給它填上，胸甲推上來，這塊的鎖扣是跟吊鈎結合的。還有兩處結合的扣點，我們掰開看一下。一個是之前吊鈎胸口伸下來的那塊板子，我們拉到最下面，側面這裡往內推一下，跟拖斗這一塊黑色的零件進行一個結合。下一處是吊鈎手臂上邊轉出來的這個掛鈎，卡在拖斗這個凹槽的裡面。可另外的這一面，除了前方掛鈎的兩處和拖斗煙囪的上下插合，裡邊這裡就沒有什麼結合的地方了。目前的兩款組合完成，也算是先把身體搞定了。哇，光這個主體的部分現在已經特別的重了。合體的過程也是增加了不少的配件，但是正因為有這個配件的存在，所以讓整個的身形看起來的效果還是非常漂亮的。合體金剛還是要等它完全組合起來以後再看看效果如何。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FT 的拖斗做的怎麼樣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